在威胁中国人生命的诸多疾病当中，癌症到现在为止也称得上是人类的第一杀手。那么有明确的数据显示，中国一年新增癌症病例260万，其中有180万癌症患者最终都无一例外的走向了死亡。那么我们以往看到的有关癌症的报道，更多是在关注癌症的这种治疗上。我最近呢看到了一组令我感到特别震撼的报道，他把更多的笔触关注到了病人的精神世界以及病人家属的道德困境当中。这组报道给我带来的震撼是非常之大的，因为他的报道向我们真实的展示了癌症患者以及癌症患者的家属走进的一个深不见底的癌的深渊。癌症，人类健康的第一杀手，它使家庭陷入黑暗深渊，它让患者的尊严备受摧残，它让家人陷入现实和道德的困境。怎么做才能远离它？老梁观世界为您深刻解读，让癌远离。这组报道选取了3个典型的事例，这3个事例呢，都涉及到癌症病人和他们家属处在的那种困境。癌症病人呢，处在生命的延续和生命的尊严的困境当中。那么他的家属，确切说就是他的子女，处在道德和切身利益的困境当中。而我们旁边的人呢，眼看着这样的进程，我们没有能力去阻止这个进程的发展。而且看完这组报道呢，我的感觉是，我不是同情他们，而是突然觉得这样的事情很有可能有一天就发生在自己或者自己家庭的身上，而我们自己同样无力面对这样的事情。那么可能我说出这样的话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会觉得多大的事儿啊，多么震撼呢？它并不震撼。这种事情就可能发生在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家庭当中。我现在就把这3个真实的事例给大伙讲一讲，我估计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会有和我同样的共鸣。头一个事儿呢，这个癌症病人呢60多岁，已经退休了，他得的是直肠癌晚期，也就是说生命呢可能仅仅就是半年到1年的时间左右。这个故事呢发生的开始呢是他的3儿子，我们就管他叫老三吧。这个老三呢从新疆考到了北京，然后留在了北京，在一家杂志社工作。工作呢算得上普普通通，收入也不高。刚刚毕业几年呢，也涉世未深，整天呢小孩心性，交了个女朋友，天天打的网络游戏，也盘算着要结婚，而且也盘算着为了结婚自己也没这实力，得跟父母张嘴。就在这个时候，他母亲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你爸爸一检查直肠癌晚期。这个老三打小呢，上面2哥哥，在家里什么事呢都没他的事，没有话语权。这时候突然觉得自己已经工作了，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应该挑起家庭的责任了。于是马上打电话给自己的2个哥哥，就说这个事儿一定要把爹妈从新疆接过来治疗。那么在他一力主张之下呢，他的父母坐着飞机来到了北京，就这么着到医院，大夫说得放疗化疗。那么费用是多少呢？医院一说一个疗程5万块钱，1年总共是6个疗程，得30万。这30万哪是刚刚参加工作这个岁数还不大，才20多岁老三能承担的？他也发懵。这时候这老三一想，我这不还2哥哥呢吗？咱们一人承担点。就这么哥仨在一块儿呢，开了个家庭会议。其实我说到这儿呢，咱们电视机前有的经历过类似事情的朋友一定知道，对于一个不宽裕的家庭来说，这种家庭会议意味着多么残酷的一个事实。哥仨在一块商量，咱们仨，老三说了，咱们仨呀，每人拿10万块钱，你砸锅卖铁欠债咱也得拿，凑30万给爹治病。老大是一声不吱，我也没钱，要张嘴就我也没钱，我下边孩子也等着吃饭呢，我真没钱。这时候老三对老大这个不满了，你凭什么呀？这爹养了咱这么大，都要死了，你不给掏钱治病？问老二，老二唉声叹气，但是老二提出点理由，说第一个呢，三弟你先别冲动啊，你孝顺我们也孝顺，对不对？咱这上不是谁不如谁孝顺的问题啊。你拿了这个钱30万，爹这病也看不好，
也就是半年1年的活头。再第二个，咱把这钱拿出来了，那不光是爸这块，那妈子以后怎么办呢？其实还有潜台词儿，这要没的人了，不能麻烦活人呢。你这下边，你这一个人2条腿支个肚子，我们哥俩家里还有人呢，老婆孩子在这呢，等着吃饭呢。所以这老二啊，很委婉的把这愿望表达出来。老三当时就觉得怒不可遏，你们这2个不孝之子、忤逆之子，非常气愤。既然这钱拿不出来了，只能是回到新疆看去。就这样，这哥仨最后商量，每人拿出1万块钱来，凑3万块钱，这样他大哥向公司预支了2个月的工资，他1个月工资才4000块钱，凑了1万块钱。老二呢也拿出这1万块钱来，把自个儿爹呢就送回了新疆乌鲁木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老三对这2个哥哥充满了愤怒和不满。结果在家乡这块呢进行放疗、治疗、化疗，当然病情不可逆。没过几天功夫，老娘打来电话了，你回来吧，你爸爸不行了。这一场病下来，这个家庭支离破碎，3兄弟负债累累，而且更为严重是了，这哥仨自此离心离德，分道扬镳。所以这一场大病，一场癌症，不仅仅给这家庭带来了巨额债务，同时使原来的兄弟之情几乎分崩离析、土崩瓦解。我想我说到这儿呢，咱们可能电视机前很多观众会有这个感触。你就是没经过这事儿，你也可能看到。你就拿我来说，我家里有些亲戚家里很穷，他们的长辈面临着要治病的时候，你看着说掏几万块钱，有的人觉得不多，对于穷人来说，1分钱难倒英雄汉。可是你说不治吗？这些孩子得面临多大的舆论压力和道德指责呀！你爹生你养你了这么大，他要没了，你不拿钱给看病？我们看这个例子说明了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子女在给长辈治病的时候，这个道德和切身利益之间的困境，实在是困扰中国人的一个大大的难题。癌症对于贫困家庭来说，无疑就是晴天霹雳。然而在困难面前，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一直在积极的干预。2005年6月7日，卫生部中国医促会启动中华抗癌世纪行工程，越来越多的偏远山区的癌症患者得到了专家教授的治疗。2009年，中国红十字会发起温暖中国行动全球企业抗击癌症计划，累计提供 3.75 亿的医疗设备，超过5000人接受免费治疗。2012年8月30日，一个更加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出，由国家发改委、卫生部等6部委联合制定的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昨天正式公布。今后在中国，凡是参加基本医保的城乡居民，一旦患上大病，除去原有的基本医保报销之外，还将享受个人自付部分报销至少1半以上的大病医保政策。目的是要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使绝大部分人不会再因为疾病陷入经济困境。对于那些小康之家，虽然经济不是问题，但是癌症的突袭仍然会瞬间打破家庭的平静，让他们面临另一重考验。那么这我们说，有一些能拿得出钱来治疗不成问题的，他同样有着巨大的精神困境。第二个事例呢，这个孩子生活条件不错，他呢是家里的小女儿，嫁了个好老公，条件很不错，在深圳工作。他的哥哥呢在北京工作，他的姐姐在东北老家，他的父母呢也在东北老家跟他的姐姐姐夫一块生活。结果呢，一封电报打过来，说自己的父亲呢得了肺癌了，晚期，没法治了。大夫说也就是半年活头。得到这个消息，这个哥哥和妹妹连滚带爬的往东北赶，回老家。当然呢，这个家庭条件不错，这妹妹之前就把钱寄回去了，这哥哥呢甚至直接带着10万左右的现金赶回去了。就连他的姐姐姐夫下了岗，生活困难，也把最后的下岗费这1万块钱拿出来治病。怎么治这病呢？经大夫一问，说得放疗，然后化疗，切除病灶，如何的，到北京手术什么的。那么经过综合对比呢，这子女在一块开会，他这个大哥呀
懂一些医学。他大哥说咱这样吧，我建议不要往下治，放疗还可以接受，化疗真手术切除病灶往床上一躺就再起不来了，你延续了他半年多的生命，他也是遭罪，跟植物人似的，何必让咱爹有这么大痛苦呢？我建议咱们呀，让自己父亲以前他不想出去旅游一直没出去吗？咱们包车全国，他想上哪儿上哪儿，让他走的乐乐呵呵的。就这么着呢，家里人达成一致。他爸爸一直想去桂林，然后坐飞机到桂林，住4星级酒店，包一个中巴车，让他爸爸旅游。可是这时候在当地医院一查呢，病情恶化，大夫说你别让他动了，再乱动容易出事儿。就这么的呢，他爸爸坚持我得回东北老家，死我也死在老家里头。就这么全家要把他爸爸送回来，也是尽可能老人高兴怎么的就怎么着。但是这家里这姊妹几个坐到一块儿，经常痛哭流涕。为啥呢？过去条件不好，没有时间孝敬爹妈，也没那个实力。条件好了，说就孝敬爹吗？也没有。他们自己都后悔，说我们要把这钱平常用来让自己父亲出去溜达溜达，我们抽出时间陪他多好啊！现在你想这样，父亲已经不行了。哎呀，这哥几个姐几个整日以泪洗面，但这也没能挽救他父亲。哎，几个月以后，他父亲辞世了。可是他父亲一辞世，他们就得到了另一个消息，他哥哥的一个同事，这个同事他父亲也和他爸爸得的是一个毛病，但是这边老人没了，人家老人还在医院待着没事儿，没死，之后延续了7、8个月，将近1年才没。这个消息传过来，他这个当妹妹的就埋怨哥哥，大哥你当初怎么做出那么个结论呢？咱爸多活一天是一天啊，咱哪能不救呢？这事儿你换过来，要是咱们得这病，那咱爸不得竭尽全力，能活一天是一天的救咱们吗？你说咱们怎么就……哎呀，他哥哥听这消息也自责，自己打自己嘴巴子。哎呀，我怎么这……哎呀，你说我怕爸爸遭罪，结果哎呀，无尽的自责。这个时候呢，他哥哥这同事来了，跟他说：“你别自责了，我还自责的要死呢。”说你怎么还自责要死呢？他说：“就是我错误的决定，让我们家老爷子遭了无穷无尽的罪，才离开这个世界。”他说：“我不是想让他放疗之后切除病灶再化疗吗？老爷子躺在床上就再没起来，而且天天遭那罪啊，整宿的疼啊，喊呐，叫唤呐。最后为了治脑瘤这一块，一个手术得在头骨上钉2个螺丝钉。”天天把这个重物吊起来做滑轮牵引，你就看着跟受酷刑一样。说我花了70多万，把我爸爸生命延续了7个月，一点意义都没有。老头活遭罪，生不如死。他说我早知道这个，我绝对不这么不顾代价的，为了所谓1/1000的希望，让我们家老爷子遭这么大罪才离开。他从另一个层面把这种不计代价治疗癌症的后果说出来。当然，这边的兄弟姐妹几个听了呢，心里稍微疼痛有所缓解。可是，一想自己父亲如果再多活7个月，弟兄姊妹在这能多尽孝7个月，不也是挺好一件事吗？每每想起这个事儿，兄弟姐妹之间心灵上这道坎，亲情这道坎就过不去了。深深的自责。你看，这是我说的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治疗费用不成问题。可是，一场癌症过后，你会发现，围绕着老人怎么治老人这个病上，你无论怎么做，都是遗憾。这与道德的两难境地摆在癌症患者的亲人面前，无论如何选择，似乎都无法挽回昔日的幸福和圆满。但也许我们可以选择像他们一样。1991年10月，北京抗癌乐园成立，在随后的20多年时间里，西安抗癌俱乐部、济南抗癌俱乐部、大连星海抗癌乐园等陆续成立。在这里，一群群被医疗科学判为准备后事的癌症中晚期患者，没有消沉，没有沮丧，而是积极联合起来，并创造出心疗、体疗、食疗、医疗有机结合的快乐教育治疗法，以群体抗癌、欢乐抗癌、科学抗癌、互助抗癌等多种丰富多彩活动为内容，以热爱生命、绝不沮丧、绝不后退、快乐做人为快乐教育治疗法的前提，创造出了一个个生命奇迹。老梁观世界，让癌远离。
正在播出。那么我刚才说这两个事儿呢，它基本上都是站在子女的角度考虑，或者是经济利益、道德困境，或者是对父母治病这块的选择。这往往这个权利操控在子女手里，可是又能有多少人切身的考虑到这个病人真实的感受呢？很多子女就是为了延续他的生命，或者起码让外人看着我们是孝顺的。但是作为当事人，这个癌症病患者，他是什么感受呢？我们第三个例子就说的这个事儿，也不存在着治疗的问题。钱上还可以，得病的呢是一位母亲，平常呢能歌善舞。你别看60多岁老太太了，参加这活动那活动，身体还很好，突然间得了肺癌了，也是晚期。但是发现的呢不算是很晚，算中晚期。家里人说这个给老人治病义无反顾，没问题，这些程序都正常，而且也不存在像我前面说的说治了怎么着也不好。大夫说了，你治他这个生命还能延续一段时间，多长时间不好说了。就这么着呢，开始给他母亲治病。他母亲开始特要强，疼也不肯哼一声，而且随着病情加重，你像大小便的这些事情，他除了接受自个儿老伴伺候，连子女伺候他都不干，很要脸这么一个人。而且特别讲衣着打扮，我有病疼难受，但是亲戚朋友谁来看我，我得穿着利利索索的，得是靠到这个背后这块，然后呢来了咱们聊天说什么话，忍着疼我也不吱声。可是这个病啊，它不是一天两天的，它折磨人呐。2年时间过去了，他的病一步一步的恶化的时候，这个人在这时候就毫无尊严可言了。他又开始特别注重这些事儿，逐渐转化成人已经麻木了，那个尊严已经不在了。当着人多的时候打嗝啊，直接大小便失禁了，他已经不在乎了。就这时候这个人的尊严就没了。这时候子女看着自己那么要强的母亲一步一步的活到这么麻木的程度，几乎所有人转过身去全是以泪洗面，流眼泪，自己妈怎么都这样了。而与此同时呢，他爸爸始终在伺候着自个儿的老伴，脾气一天一天的暴躁起来，家里人还指责你这老头怎么的。后来自己贴身的伺候自个儿母亲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任务太重了。有的时候老年夫妻其中一个得了癌症或者得了某种不治之症，另外一个人陪床伺候，那真是无底洞啊。有时候这种无底洞啊，那是一种巨大的亲情和责任感在督促着。如果没有这个的话，这人不定得疯到什么程度。他们这些子女后来就理解自个儿父亲为什么脾气这么暴躁。在陪床的时候，同病房的另外一个病人脑瘤，整晚上的喘气、疼、喊、呻吟。你说在旁边伺候的亲人会是什么样的感觉？而这个时候他们再看看自己的母亲，2年多的病情把这个人已经折磨的完全麻木化、空洞化。又过了2年，这位母亲呢去世了。可是这个时候这个家庭再也回不到过去那种和睦的程度。一想到自己母亲那样子，大家都感到揪心。他曾经那么要强的一个人，在癌症面前，他整个人被打击成这个样子，那种精神上的痛苦有时候比肉体上痛苦要大得多。而往往精神痛苦从哪儿来呢？却来自于肉体的痛苦。所以这种两难境界在天下好多癌症病人的家庭当中都会经常出现。刚才给大家讲了这3个事儿，我看完这3个事儿，心里头揪得紧紧的，我都不知道我是流眼泪还是不流眼泪。因为我感到的并不是说我同情这3个家庭，我甚至没有资格去同情人家，因为这样的事有朝一日降临到我自己头上的时候，我同样困苦无助。而我们现在今天给大家说的癌的深渊种种的情况，很有可能就发生在中国的某一家某一户家庭身上。当你感同身受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种癌症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也只能是祈求现在的科学快速发展，能够尽早的攻克癌症，从而减少癌症在人情和道德上给中国人带来的无穷无尽的痛苦。江苏常州公安部门破获了一起团伙诈骗案，犯罪嫌疑人把一些癌症患者弄到黄山的农村居住，然后每天呢只给他们吃葡萄和芋奶之类的，再加上一点中药，用所谓的饥饿疗法来欺骗这些可怜的癌症患者。那么当公安部门破获这起案件的时候，在受害人的名单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去年曾经感动无数国人的一位癌症病患者。
他就是上海复旦大学的青年讲师于娟。一位癌症患者的临终绝笔，一次生活方式的深沉反思。癌症患者复旦女博士于娟在生死临界点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她是否找到了癌症突发的原因？事业与生活究竟哪里暗藏凶险的致命危机？老梁观世界为你解读癌症女博士的生命箴言。我想很多观众朋友熟悉这个名字，是因为在去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有一档栏目叫《看见》，专门是给于娟做了一个专访。于娟是2010年1月2号确认得了乳腺癌，而且是晚期，挺了大概1年多，到了2011年4月19号与世长辞。那么在这个期间呢，于娟呢，由于已经是癌症晚期了，以我们现在的医疗条件呢，就没法再延续她的生命，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病人呢，有病乱投医，就被这3个骗子呢给骗了，弄到了黄山农村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发现根本就没有疗效，被骗了几万块钱之后呢，又转回到上海治疗。他在这个有病这期间呢，以巨大的这种毅力和坚韧不拔的这种耐力，留下了6万多字的博客，总名字呢，他起叫活着就是王道。其实我写这些只想告诉所有人，再大的苦痛都会过去，失恋也好，事业失败也好，婚姻破裂也好，哪怕得绝症也好，神马都是浮云。从2010年5月开始，于娟陆续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了6万多字的日记。到今天，这个博客的点击量已经超过了1500多万人次。很多人在留言里说，从于娟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最打动他们的是一种罕见的面对死亡的态度。用心关一下吧，好吗？我大概每半个小时要吃药，所以说要看时间。得病之前，于娟的人生路径可以说是令许多人羡慕的，但是这一切在2009年10月戛然而止。于娟被检查出得了乳腺癌4期骨转移，连动手术的机会都没有了。2011年4月2日，于娟33岁的生日，也是这一天，她刚刚经历了生命里最后一次化疗，但没有效果。36个小时的一番抢救后，她写下了这篇日记，也是最后一篇。我呼吸的氧气瓶夜里2点的时候没氧气了，而全天下的人都默认我在吸氧睡觉。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俺一个翻身撤掉了那倒霉玩意儿，接着睡。睡了一会儿发现不对了，天哪天哪天哪，我没有氧气了。我没叫，我只是静静趴在床上，以自认为最不耗费氧气的姿势，一直等到第2瓶氧气的到来。吸氧写博客其实并不好玩，歇会儿。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熟悉于娟的朋友说，我知道老梁你要说什么啊？于娟就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生命感悟，说的非常好。你比方说他说到，为了买个好车，为了换个大房子，为了功名利禄，这些都是浮云。你呀，把买车那钱呢，给父母买一双鞋多好。你呢，想换个大房子，你没想到两口子就是如果真正相亲相爱，就是蜗居，你也会觉得很快乐。有人把这些话当做这个于娟感动中国的象征，说这些话这人生感悟，我们太受感动了。如果于娟仅仅留下这些话，她也会像在生命长河当中一个不起眼的浪花一样，稍微荡起一点感人的涟漪，迅速就会被淹没。为什么呢？人呢，得走一步看一步，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你不可能在不同的阶段里边拥有同样的追求和想法。你得了癌症，生命没有多长时间了啊，你才会想起无比留恋你生命当中的基本要素，亲情、友情、爱情。可是当你身体健健康康的时候，亲情、友情、爱情随时都在你身边，你不会拿它当回事儿，你反而呢要为更高的追求去前进。你比方说名和利，那人呢淡泊名利，那得有名有利的人淡泊名利。我什么还没有呢，你让我淡泊名利？就说你在这个尘世之间，你就得按照你生命的基本要求来梳理你的活法。
等多咱你到那一天不行了，你才会有那么多的感悟，而那个时候的感悟是没法复制到我们平常人当中的。你看于娟在博客一开头里就说，得了这个癌症，我就想，我做梦都不会想到癌症会降临到于娟本人的头上。第一个，她家里没有家族病史，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没有一个得癌症的。因为我们也知道有时候遗传这事儿挺可怕，往往这个长辈这边有什么病容易遗传到你这儿，可是于娟的长亲里没有得癌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于娟自认自己身体很健康，没什么毛病。第三个，她得的不是乳腺癌吗？于娟得这病的时候呢，已经是孩子的母亲了，她给孩子母乳喂养，喂养了将近1年，也没觉得这乳腺癌能找上自个儿。第四个，她考察下得乳腺癌的妇女一般都45岁以上的多，她自己当时才31岁。你把这4条理由一罗列，好像按我们平常的疾病学原理，应该这个病乳腺癌找不到于娟的身上，那她为什么得了？看着于娟灿烂的笑脸，人们无论怎样都很难将于娟与癌症联系在一起，而她在临终前留下的一些话更是让人感叹不已。跟我同龄的人有一个反思，我觉得这样的可能会更好一点。我现在已经是废物了，我总归是要利用一下的吧，我毕竟是学环保的呀。他的博客到底写了些什么？有哪些值得我们反思的警示箴言？老梁观世界正在为您播出癌症女博士的生命箴言。你看于娟说到她为什么得癌症，她总结了这么大概有4、5点，我一样一样跟你说，你听听，跟我们的生活比照下，你会发现哪些问题。第一个，于娟说自己这个得癌啊和吃恐怕有直接关系。于娟的父亲呢是个厨子，很有名厨师，所以于娟打小就有这条件，山珍海味几乎吃个遍。她一总结自个儿吃过的东西，孔雀呀、五步蛇呀、野猪啊，就反正就是什么海鸥啊，就这些一般人没吃过的，她大多数她都吃过。她一反思这个，说这些东西该不该吃？不该吃。当然了，有的人说那是啊，杀生啊，不好啊，野生动物。于娟还真不是从这个意义上，他从一个我们没有想到的角度反思，为什么这些野生动物不该吃呢？他说人类啊进化了这么多年，他在选择吃什么东西上，那是几千年上万年的经验选出来的。为什么我们驯化的最后的牲畜是猪啊、狗啊、牛啊、羊啊、鸡啊、鸭？为什么是这些？因为这些东西的营养对人体的好处更大。如果你要常年吃什么孔雀、野猪，恐怕你身体一定会有问题。所以这是人在自然规律当中一点点摸索产生出来的最后选择。于娟说，假如说孔雀真有营养的话，那么孔雀就是鸡，现在的鸡就是孔雀了，人就不会去驯化鸡，他会去驯化孔雀。所以于娟总结，我吃了这些东西我该不该吃？其实是不该吃的。它对人体不仅可能没有营养，更主要你不知道这里边潜藏着什么动物类的疾病，就像非典的时候从果子狸身上我们发现了这种病菌一样。再一个，于娟说她自己经常暴饮暴食，一高兴了大吃大喝，顺嘴了馋了怎么都行。那么这种饮食习惯对她的肝脏、胃各个方面都没有好的作用。我想电视机前很多的年轻的观众朋友可能都有这毛病，碰到顺口的了我就使劲多吃，不顺口的不动筷子。于娟说她经常就有这个毛病。再一个，于娟说到自己吃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毛病，你比方说她特别爱吃海鲜。有人说吃海鲜有营养也没事啊，哎，你听我往下说。于娟呢是山东济宁人，她嫁的丈夫呢舟山小岛上的海岛上的人，那地方海鲜多了去了。于娟头一次到自己丈夫家见公公婆婆，公公婆婆给她准备了当地最好的海鲜，没够她吃的，风卷彩云，这战斗力非常旺盛。于娟胃口特别好，风卷残云给吃没了，公公婆婆都吓着，咱这未来儿媳妇太厉害了。后来结了婚以后，她公公婆婆一提这事就乐。于娟说，这你们要看上我就看上我了，要看不上我说不同意儿媳妇进门，我先烙一顿吃的再说，拼命吃海鲜。那么这是吃。再一个，对电视机前的年轻朋友更有启迪，他说到了睡觉。于娟说自己呢从打这个大学毕业以后啊，在大学里头倒点熄灯嘛，从大学毕业以后工作了，基本上就没有在12点以前睡过觉。所谓早睡1点钟，凌晨1点，这算早睡。他就形成了这么种习惯，一睡呢有的时候呢睡一整白天，到天亮才睡觉，通宵达旦。
说这个时间干嘛了呢？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呢，有理由啊。哎呀，我呀，不到晚上干不去工作，写东西晚上有灵感呢，搞创作晚上有灵感呢。作为于娟来说呢，他不是搞文学创作的，他说我这晚上我不得考这个证，考那个证，搞这种科研我的项目，这是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于娟自己反思了，晚上不睡觉干嘛了呢？网聊、聊天，上 BBS 灌水去，蹦迪，跟朋友在茶馆里、跟咖啡馆里没日没夜那么聊天，其实都干这个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电视机前的年轻的朋友，你想一想，你晚上不睡觉，你干了多少正经事呢？你有多少事是由于自己这兴奋点还没过去，荒废时间，其实是吃喝玩乐了。再一个，他说到工作，他说自己的工作呀就不对，就没有把身体的机能均衡调动开。他说的什么意思呢？这个于娟呢很了不起，曾经在3年半里边就拿下了挪威奥斯陆学院的经济学硕士和上海复旦大学的博士学位。3年半拿下一个硕士一个博士，了不起吧？于娟就说其实自己就被这给害了。而且于娟自嘲自个儿见什么都想考，看人家有律师证想考，看人有会计师证想考，看人托福什么雅思都想考。而且他们应对考试确实有办法，临时抱佛脚，突击，往往考试也真能过去。于娟的爱人就看他是最近又瘦了，说你又考什么没用的证了，经常搁这个笑话他。就我们现在有不少朋友，比方无论是你工作的任务还是学习的压力，不在平常当中有规律的每天学积攒，而是临时要到这时候突击。这种突击往往使你记得快忘得也快，而且这一突击等于短时间给你的记忆各方面增添了太大的负担，对大脑细胞的损害也非常大。他在说到第4点的时候，我看了之后有点触目惊心了。他说到他得癌症跟环境有关系。你看他说中国，咱们最近也知道很多人在探讨 PM2.5 北京上海中国这个大气污染。于娟就觉得我们这个大气环境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是促成癌症中间的杀手。而且于娟呢不光从这个角度反省，他又想到了呢，有一段时间呢，他搬到浦东一个亲戚的新房里边，这新房里都新装修的，他一进里头就闻到甲醛那股刺鼻气味。这于娟呢就从这屋搬出来，回到山东老家待了2个月，再回来一闻没味了，量差不多了，西安里德就住进来了。其实他不知道，甲醛超标是现在家具最严重的一个环保问题。结果他在这住了2年以后，再换地方呢，屋里的家具呢，她老公舍不得扔，把里头几个好的家具呢挪到他自己的实验室里放着用了。她老公是研究环保的，包括防甲醛的一些新材料，他有那种甲醛测试仪。有一回她老公无意间在实验室里边把这个打开来，正常的话这个甲醛有个数据，如果在空气浓度超过 0.08 对人体就有害，结果一测 0.87， 这物怎么这么高呢？一样一样排除，最后发现就是那个家具里头那个甲醛超标已经超出了人体的忍受能力。所以回过头2口子，于娟得了癌症，2口子坐一块聊这事的时候，于娟说很可能就跟这个家具有直接关系。我这是借这个事奉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可能新婚燕尔，希望把自己的新房装修的漂亮，你记住，越是漂亮的装饰材料，它越容易甲醛超标，有害的物质越大。我这是跟一些搞装修的人呢，专业人士探讨过，他们说你这屋里装修的越豪华，你记住，豪华好的视觉效果要借助各种涂料乱七八糟的东西，而往往这些东西里边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是最大的。沉重的生活压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不环保的家居环境影响着现代人的健康，许多人出现了亚健康状态，掉发、失眠、免疫力差，甚至引发癌症、糖尿病等心血管疾病，甚至由于长时间的过度劳累引起的猝死时有发生。2004年4月8日，54岁的爱立信中国总裁杨迈由于连日超负荷工作猝死在跑步机上。2011年12月16日，北京市一位23岁的女孩方蓉，由于长期加班熬夜，每天晚上9点后晚餐，患急性胃溃疡，导致失血性休克而去世。2011年年底，苏州市吴中区一家企业的监控画面中，一名年轻的技术人员上班后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摔倒在了地上。据了解，
死者只有27岁。事实上，猝死病例呈上升态势。根据一项调查，我国每年死于心脏病猝死的人数多达55万，每天至少有1000多人猝死，其中中青年人因为过度劳累、饮食不规律等因素，猝死的比例不断上升。吃、睡、环境、工作压力，那么这些摞到一块儿，于娟觉得这只是自己一种体会。她同时身边有很多和她一样得了乳腺癌的病友，她想近距离观察一下这些人。结果她又发现了一个对我们非常有启发的一点。我们经常以为说这病都从气上得，说有的得乳腺癌的女人说那就憋屈了，老公外边有小三了，是难受，家里这又更年期，心里抑郁。但是于娟一调查这些跟她一样得了乳腺癌的，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发现得乳腺癌的女性里头性格内向抑郁的人极少，反而都是那种外向性格的人。而且这些女人呢，跟于娟本人有类似的地方，就是特别要强，什么事我得占上风，事业心特别强，控制欲特别强。往往得了乳腺癌一些女性呢，她丈夫在身边呢，就好像皇帝身边的伺候她的人似的。往往不少得乳腺癌女性是女强人，什么厂长经理自己管公司完美主义者，什么事我一定得干好，不挣钱就不行。一旦遇到挫折，我咬着牙也得往上干，自己跟自己往死了较劲。他发现不少得乳腺癌女性是这个性格。于娟也反思自己的性格，他说我其实就这样，处处争强好胜。经常于娟想到，我要早一年我得了博士学位，我得多荣耀。其实谁在乎你早一年晚一年的？我要考这个证考那证，我要没考下来我就难受的要死。就是自己往往把自己往绝路上逼，我非要怎么样怎么样。你可以说这是要强，也可以说这是励志，但其实当人长期处在这种状态下，你想想他一定是焦躁的、不安的、急躁的，有时候甚至进入这种状态你都麻木了。所以于娟在回想自己干这些事的时候，再看看身边跟她一样得了乳腺癌病的这些女人，她突然间发现这种自己给自己加码的压力有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就是他前面说那些诸多原因一点点在诱发癌症，而这个压力大一下子把所有原因都诱发出来。在于娟的博客上，她从自己出发，对现代人生活习惯进行深刻解析，并从各种角度分析癌症成因。当死亡来临，离去的于娟教会了我们什么？老梁观世界正在为您播出癌症女博士的生命箴言。于娟这个时候，她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复旦大学的青年讲师，她用科学比较缜密的逻辑，她开始在思考我为什么得了这个病。而且她也知道自己呢来日无多，她也能够潜下心来，在忍着病痛的同时，她要思考这东西，希望把自己这点感悟呢能留给后人，让自己死得非常有价值。有的人得了癌几天没了，有很多人呢急急匆匆离开这人世，来不及把感言留下，他只剩下病痛和对生命的留恋。那么于娟能跳出这个，给我们留下一些她的感悟，非常了不起。像于娟说这些东西，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也有人提过，但是不会有人像她说的这么深入透彻。因为我们往往对死亡特别忌讳，谁一说到死人怎么的，你可能就躲开，讳疾忌医，不愿意想这事儿。可是死亡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我们每个人都想在这个世界上呢活好了，活够了，活风光了，甚至有的人是一辈子都活不够，不愿意去面对死亡，但死亡早晚会来临。我们所能做的呢，是如何延缓死亡的到来。怕死吗，香山？死是另一种存在，相对于生，只会生活是一种残缺。我们人类的历史，没有一个是有生不死的。面对死亡的时候，就会思考这些东西。撒手人间就是如此，好些事情还没做，我做完了，我可以笑笑走了。我对死亡呢，我觉得这是我们人世上的每一个人，必然的，也是最公平的一个归宿。我认为死亡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回家，这是一种微妙的自然的平衡，一种生命哲学。可是这些东西呢，似乎在我们的教育体系里边很少出现。我就想，
我们现在的孩子是不是过分的重视了技能的问题啊？物理啊、化学、英语啊这些东西，把这些技能学得很棒，往往却对怎么保护自身、怎么处理人与自然、人与外部的关系这一块，几乎知识上都是空白。就我建议，能不能在我们的这个小学、中学加上我刚才说这些，我们姑且把它称为生命科学。它本身呢，看似是科学，其实本身来讲，它跳出了科学的范畴，已经进入到了一种哲学意义的东西。往往这些东西可能指导我们一辈子。更重要一点，不仅让我们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还可能让我们能拥有一个健康平和的心态。而这两样加到一块，你才可能更好的享受幸福的生活。